些了吗？好些了，扛得住。吃点吧。多谢夫人。你真把自己当劳什子的淮阳王爷了？他起幺蛾子，要别出心裁写个退婚书，来个什么退婚明志、沽名钓誉也就罢了，你一个平头百姓，你学什么不好，偏偏学人写休书，一声不响的去从军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人家王爷就算是到了前线，身边也不会短缺了女子。回家之后，更是加官进爵，锦衣玉食。而你一时冲动，把夫人休了，把家产抖个干净，你以为这样别人就会夸赞你舍身为国吗？你圣贤书读傻了吧？你若真想一心报国，与随男儿平生热血志向，那你就同我好好商量，我能不放你走？你若战死，纵是千里我也接你回家。可你一封信就想把我打发走，难道在你的眼中，我就是一个只顾自己、贪生怕死的女子吗？我让你写休书，我让你写休书。我错了，都是我不好。我是淮阳王啊，我生来就是为了平定一方安宁，家事国事责任当前，我哪有什么资格谈论儿女情长啊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给不了他，我也不会给他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场棋局，一局终了，哪有人会把棋子给拿走的？你打算一晚都站在这儿吗？我是想来看看你是否安好。安好的话，我就回去了。怎么还不走？想跟你说一声，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你忘了，我母家是开镖局的，在外奔波是常有的事。前几日我立功了，将军点我入了侦察于后的行伍，还提携我做了百夫长。
那是好事。既然升了官，那就更应该早些回去，免得因为我被将军责罚了。再往西走会更冷的，你也要注意御寒。你面色憔悴，行军辛苦，一定要注意歇息。我无碍。明日你让马夫跟着大军，等到了金甲关之后，给你找一个附近的村寨，好好的歇息一下。好。夫君，我手疼。夫人，别倒腾药了，来，你坐这儿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也不是一个行医的，这店里面也没有一个像样的伙计，你怎么能给人抓药呢？赵神医给我的医书我还留着呢。再说了，久病成医，没有7分也有个3分医术傍身呢。更何况遇到重病的我根本不接，我都是送到外镇或者西周的医馆。那孕妇是怎么回事啊？她也是个可怜人，被男子的花言巧语给欺骗了，只身来到大齐，自以为是当家主母，其实是那个男子养在外面的外室。那个负心汉也是个商贾，这怎么能叫也是个呢？和咱们一样啊。只恨那厮借着走商之名，家里家外两头骗，他都肚子大了才知道真相，一气之下就主动提了和离。唉，我发觉你好像很同情他。我是佩服他。遇上了这样的阿杂荒唐事，他既没有妥协偷生，又没有被情爱蒙蔽，反倒是给他夫君下了和离书，一个人自谋生路。你看我干什么呀？夫君，你说实话，你如今到底在任何职？为何我问那守村的士兵，人家都不认识什么叫崔九的百夫长啊？夫人，其实我是淮阳王，又背着我偷吃呢，也不叫我。赵神医，柳娘子也在啊。坐。啊，你们俩会享福啊！做这么多好吃的，也不叫上我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也从容了。我是军医官，没有这个休妻的百夫长官儿大。你也知道他休妻之事了，你也真是心宽，什么都往外说。他知道错了，和离书也撕了，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那也不能原谅他。咱也写，我给你找笔墨去。咱也写。坐。他就爱开玩笑。我没开玩笑。你不是来跟我喝酒的吗？夫人，你看看哪儿能打点酒？我今日晚上跟他不醉不归。我看你也喜欢说笑，这百业太兴的地方哪来的酒肆啊？哦，哎，
不过隔壁温家娘子家可能还真有。他家郎君是个火头兵，我去他家看看。行行行。有老娘子。说多了，说多了。还办着呢。我是还得办着呀，这不是拜你所赐吗？那你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什么？你下次跟他说的时候，离我远点儿，我怕溅我一身血。那你别来喝酒啊，你走啊。饿了。我用他这个。他那把有杀气。喝点茶吧。多谢夫人。哎，这个赵神医嘴巴真是没点遮拦，喝了没几口就泪眼婆娑，张口闭口说什么你死了也能安心，哪怕是为国捐躯，我还有淮阳王府照顾。若不是你在，我真想抽他2个嘴巴子。其实他说的也没错，王爷宽仁，爱民如子。那些烈属，王爷是会照拂的。你对你们王爷还真是百般拥戴呀。说到底，你们都是一样的人。此话怎讲啊？王爷同那莲娘子退婚，你留下了一纸休书。你们呐，都是那种打着为国尽忠的名号，只凭自己的意愿随意处置女子的霸道之人。夫君倒还好些，知错就改。那王爷可比你恶劣多了。王爷又怎么了？我听说那位王爷的风流官司可真不少，明明有了定亲许久的未婚妻，却还要四处招惹其他女子，惹得贺妹妹患得患失的。依我看，除了贺妹妹之外，指不定有多少无辜女子被他玩弄感情呢。夫人，那王爷要是知错了呢？王爷从小金尊玉贵，众星捧月般长大，那自是高高在上啊，根本不懂得如何尊重女子，更不会体谅女子的感受，何来的知错？你呀，就不要替你们王爷说话了。哎，对了，夫君，赵神医来之前，你说你是淮阳王什么？我是淮阳王本镇虞后，我们就是一支疏密队伍，负责去探查情报的。夫人，时辰也不早了，我先带他回去了。